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央行在7月1号呢发布的一篇工作论文。那这种论文呢，一般能在央行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出来，一般都是得到了领导的首肯啊，也有一定的信号意义。那这篇论文的标题呢，叫《金融结构、经济效率与 M2 比 GDP 的关系》啊，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啊，一听上去这个非常学术化，也很有央行范儿。那中国的金融系统呢，尤其是央行里面啊，很多都是留学归国的人才啊，受过海外系统化的这种学术教育啊，应该来说呢，是中国官方机构里面技术水准比较高啊，学术研究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群体。那你说中国经济呢能够长期发展啊，你说是这种稳定发展也好啊，或者说是它不停的把危机延后也好，那跟这些人呢啊，这一批金融系统里的人啊，对这个金融的金种把控啊是分不开的。那话又说回来啊，不是说这个没有危机就是好事儿啊，没有危机呢，其实也意味着没有出清。那整个的路径依赖呢，就会更加深入骨髓啊。我前几天节目也讲过很多这种路径依赖啊，不管是土地财政啊，不管是债务依赖啊，这都是路径依赖。那没有危机的倒逼呢，改革就更加难以推进啊。正所谓这个触动灵魂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所以央行的是非功过呢，还是留给后人来评价。那回归正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聊聊央行的这篇论文啊。这篇论文呢有3个重点。那第一点呢，他提到就是说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啊。第二点呢，讲到这个 M2 比 GDP 啊，不可能无限发散，这句话怎么理解？那第三点呢，就是他认为未来的中国的 M2 比 GDP 也将趋向于收敛。那整个这个央行的论文呢非常长也非常学术化大家可以去央行的官方网站上去下载可以看整个这个论文，可以通篇看下来稍微有点复杂，有点太学术化，不那么好理解。那我们先说第一点，就为什么说呢？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那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呢，总体来讲就是自从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以来就是基本呢还是延续了就是这种经济如果过热像06、07年，那就加息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如果经济降温呢，那就降息降准，然后来刺激经济，这是一种传统的路径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可以发现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降准和降息进行宽松的这种货币刺激。那总共呢进行了3轮大宽松一个是08、09年金融危机时候的大幅宽松一个是14、15年这个大幅的宽松，最后呢就是这一轮的从18年以后的连续12次的这种降准。那存款准备金率呢也是一路从 14.6% 下降到现在的 9.4% 我说的这个是综合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大中小银行的一个平均数。那降到今天呢，央行呢开始谈珍惜二字了大家知道这个当一个东西时时刻刻在你面前的时候呢，你不会谈珍惜二字只有当你快失去的时候呢，或者已经失去了，你才会去谈珍惜二字。所以央行也是一样当央行谈到这个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的时候呢那其实这个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呢也就趋向越来越窄了越来越小了。那珍惜二字呢，其实也不是从这篇学术论文开始谈的最早呢是在2019年9月24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有一场新闻发布会在这个会上呢，央行行长易纲向就是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当时说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的是要珍惜并尽可能延长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这对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福祉是有利的所以你仔细品这句话就能明白其中的这个深意尤其是后半句对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福祉有利如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那至于将来什么是非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呢？这个我在之前直播或者会员视频里面，会员专享视频里面稍微解释过。那将来呢有机会呢，我也会专门做个公开的视频跟大家聊一聊。那这个呢是关于这篇论文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 M2和 GDP 的这个比值不可能无限发散，这个怎么理解？那我们先来看一张图那这张图呢，我梳理了从2000年到2020年这21年来 M2 和 GDP 的一个比值的一个柱状图那2020年的数据呢是我模拟出来的根据央行行长易纲呢在6月18号陆家嘴金融论坛的时候他有一个视频讲话，他当时说2020年全年的贷款新增20万亿，社会融资规模预计新增30万亿。那 GDP 的数据呢是根据各大银行的一个平均预测值大概就是增长 4.5%。
那模拟以后呢，整个2020年的 GDP 大概就是104万亿啊，因为2019年我们是99.1万亿的人民币的 GDP 嘛。那再回到这张图啊，大家看这张图，那这张图浅绿色的呢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啊，也就是 GDP。那深绿色的呢是广义货币 M2。那左边呢是度量单位啊，你比如说2019年，那浅绿色呢 GDP 达到99.1万亿，那 M2 呢是198.65万亿啊，所以 M2 是 GDP 的2倍啊，所以你看那个曲线走势也可以看出来啊，那个就是反映了从2000年到2020年 M2 和 GDP 的这个比值的曲线的走势图。那可以看到，从08年以后呢，明显的是个拐点啊，从此以后基本就是一路上升啊，从150%呢一路上升到200%。那今年呢，到了2020年啊，因为疫情的原因 ，M2 的增速再次提高啊，从8%提升到11%。那 GDP 的增速呢下降啊，只有4.5%啊，假设达到4.5%的话，那所以大家看这个图呢，还在快速上升啊。那不出意料的话，2020年的话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对吧？这个比值肯定超过了200%，可能达到210%左右，是吧？那这个比值的含义是什么呢？啊，这个比值的含义，首先你要知道 M2 它是一个广义的货币供应量，对吧？简单来说呢，这个比值代表的就是你有多少个货币增量啊，能带来一个单位的 GDP 啊。这个比值其实越高呢，代表你这个经济效率越低越差啊，这个货币的流转速度比较慢，那经济的驱动呢比较依赖债务啊，依赖货币驱动啊，依赖放水。所以啊，大家要知道这个货币的背后啊，其实就是债务啊。这个广义货币 M2 呢，它其实背后就是债务啊。正所谓有一句话，就是你的债务，我的财富。就如果你能理解这句话呢，就能理解啊商业银行存款的本质。那 M2 呢，这个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啊，也就是这个居民啊、企业啊、政府啊3大经济体的这个存款。那商业银行的贷款呢，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啊，所以这个负债的实现呢，啊，就是这个债务的商业银行负债的实现呢，有赖于这个贷款的归还。就如果债务人大面积赖账了，那商业银行的存款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啊。那我这个只能简单给大家这儿讲一讲。那我之前应该是有节目系统讲过中国的商业银行是怎么放水的，中国商业银行是怎么进行信贷扩张的，然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啊？我之前有节目，大家回去看，很系统的。那这是第二点啊，就是这个 M2 和 GDP 的这个比值啊不断的上升，代表这个经济效率啊越来越低啊，债务的这个压力啊也越来越大。那央行的这篇论文里面他也讲了啊，这个扩散啊，这种离散和这种背离呢是有限度的啊，不可能无限的背离啊，就是这个债务啊 M2 不可能无限的大，对吧？和这个 GDP 的偏离值不可能超过达到一个极限。那第三点呢，他就说未来我国 M2 和 GDP 呢啊应该也是趋向于收敛啊，那这个怎么理解呢？啊，其实这里面收敛呢也有几种方式。那这个论文呢，因为它是官方论文嘛，它肯定提到的是最理想的这种收敛方式啊。它原话讲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经济将更趋于轻型消费服务，技术进步的贡献逐步上升，对房地产和投资依赖程度下降啊，资本市场在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中更加重要，信贷需求和货币增速也将明显放缓。它这个呢是非常理想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说 M2 的增速降下来，那 GDP 的增速上去啊，也就是 GDP 的内涵更加丰富， GDP 的内涵更有效率啊，高质量增长啊，更偏向于服务经济，更偏向于消费经济啊，劳动生产率提高，都是这种理想的方式。但是其实我们看中国这08年以后啊，这一路以来的这个发展模式，明显是这个 M2 是越来越大啊，这个货币的这个放水量是越来越大，那 GDP 的这个有效性呢越来越差啊 ，GDP 里面的构成啊，我们暂且不提，里面那么多的钢筋水泥和房地产啊，这个有效性到底有多少啊？更何况这个整个这个债务的这个扩张和膨胀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这是啊 M2 和 GDP 的比。其实我们可以再延伸一下，看一下这个中国的社融啊，我们把社融的数据也加进去，因为 M2 的数据呢，它只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扩张啊，也就是商业银行信贷的一个增加值，对吧？它没有包含影子银行，就没有包含信托啊这些非标的贷款啊，这些票据啊，一些影子银行的增长。那如果看社融的话，那就更夸张了啊！大家看这张图啊，那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社融，因为社融2020年这个央行行长也讲了啊，也最起码要增加个30万亿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更夸张了，这个柱子是吧？这个
蓝色的这个柱子非常突兀啊，越来越高，越来越陡啊，达到这个280万亿啊，280万亿、290万亿的规模和水平。然后下面那个深绿色的是 M2， 再往下浅绿色的才是 GDP 啊，所以你就能感受到这种靠债务驱动的这种经济体啊，这个需要的货币量越来越大，需要放水的规模越来越强啊，需要债务的堆积啊越来越猛烈。所以说这就是中国啊，大家从这图上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来啊，尤其08年以后啊，债务驱动型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今天呢，越发的不可持续啊，以至于这个不管是央行行长也好啊，还是央行的学术论文也好啊，都开始给打提前股、打提前量啊，这样告诉大家，这个里面货币政策越来越趋向于一个边际的极限。那其实大家知道，商业银行啊，包括金融系统这一套规律啊，很多普通人是没法了解啊，也不能够了解。所以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说危机啊或者一些突变的来临都比较突然、比较剧烈啊？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金融的变量啊，在慢慢的发生变化，但是普通大众呢对这些几乎是一无所知。那好，那我们在这儿再稍微扩展一下吧，因为我们讲到 M2 了啊，我就再扩展一下，说一说这个 M0、M1 和 M2。那这个很多的媒体都有过一些解释，但是我觉得都说的不透彻。那我觉得把这个问题理解好啊，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对货币银行学或者货币知识有一个基础。那大家看这张图，呢就是 M0 呢，它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啊 ，M1 呢是 M0 加上企业活期存款啊，是叫狭义货币供应量。那 M2 呢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就是 M1 加上居民储蓄存款，再加上企业的定期存款啊。那光看这个图呢还不能够充分理解啊。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看一个图啊，看一下这个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啊，或者说这个大的一个结构。那这张图呢，先看一下啊，这个里面有储备货币，其实储备货币呢就是基础货币。那基础货币其实包括就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其实就是 M0 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商业银行在央行里面的存款准备金，包括了这个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啊。那这个图呢，大致先看一下，大家就能明白，就是知道基础货币是两部分构成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央行的具体的2020年的5月份的一个资产负债表啊，这个是最新的。那这个资产负债表呢，你得认真看啊，你就看它的这个总负债部分。总负债部分呢，就是那第一行，那不是储备货币嘛？啊，就是在那个总资产下面啊，那个第一行储备货币。那个储备货币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基础货币。那储备货币里面，我刚才说了，包括两部分，一个是 M0 啊，还有一个就是商业银行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M0 呢，也就是那个货币发行嘛，那个 currency issue 啊，那个是8.5万亿，然后这个存款准备金呢，大概是20.79万亿啊，大家看到这两个数字了吗？啊，总的基础货币呢，反正就是那个储备货币啊，等于30.86万亿啊，你就简单算成31万亿好了。那现在的这个货币乘数呢是将近6.8啊，所以用31万亿乘以6.8的货币乘数啊，就等于 M2 大概是210万亿啊，这个数据恰好是对得上的。那整个的这个 M0 啊，就是说它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就是流通在外的现金啊，包括之前的节目也讲过啊，说这个央行对流通中的现金啊是非常仇视的啊，非常敌视的。我开了这么个玩笑，因为一个是大额现金管理制度嘛，它这个现金的存取啊什么都有限制啊，所以它对现金的这个盯的是非常紧。还有就是央行的数字货币，对吧？它的目标也是要代替流通中的 M0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直指 M0 的。所以这个 M0 呢，如果我再往深讲一讲呢，就可以再给大家扩展一下啊，有缘的人你就能明白啊，但是我也不能再说的过多了。这个 M0 啊，它其实是央行直接发行的货币。那这个钱啊，现金你拿到手里面，说白了就是这个钱是实实在在的钱，是央行对你的一个债务啊，也是你的一个债权，对吧？这个现钞是可以进行各种各样支付的。但是你在商业银行里面存的那个 M2， 就是所说的那个广义货币 M2， 比如说你在里面有100万，假设啊，那这个100万的实现呢，是基于这个商业银行要稳定运行，不能有风险，对吧？也不能有太多的坏账。如果这个商业银行大量的坏账，或者说出现一些挤兑事件啊什么的，那你这个 M2， 也就是你在这个商业银行里面的存款是不能够真正实现的。但是现钞 M0 呢，现钞 M0 只要你拿在手里，
啊，不管哪个家商业银行倒闭了，或者哪家商业银行出事了，这个 M0都是实实在在握在你手里的啊，是央行对你的一项债务。好，这个我就说到这儿啊，我就不能再说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啊，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好，最后呢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讲了央行的这篇重磅论文啊，这个有很多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啊，但是呢我觉得重视程度还不够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论文啊，而且它在央行官方的网站既然发表了，它肯定有一定的信号意义。那这个论文里面主要谈到了3点，那第一点呢就是说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第二点呢就是说 M2 比 GDP 的这个比例啊不可能无限的背离啊，不可能无限的发散。第三呢，就是说我国 M2 和 GDP 的这个比例啊，将来会趋于这种收敛啊。当然，它给了一种很理想的一种收敛方式啊，就是经济转向高质量的增长，然后 M2 下来是吧 ？GDP 上去。那我这3点呢，都分别展开给大家进行了讲解啊，希望呢大家有所收获。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啊，我们下期再见。